在肯尼亚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 ：“Daima pamoja ukiwa mbali au karibu”， 相知无远近，友谊永长存。这一句就特别像咱们中国古诗里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到非洲的第一印象是我们非洲兄弟爽朗的笑声。非洲跟中国相隔万里，但是这两片古老的大陆之间的交往就从来没有间断过。1967年，我们公司的前辈们第一批团队进入到非洲，修筑了著名的坦赞铁路。赵殿龙，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在海外修建铁路最多的州还是非洲。很多人把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的工程称为中国制造，我觉得应该改成中非制造。在非洲工作长达11年，他见证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也见证了中非人民深厚的友谊。非洲砂石路，车在路上抖，人在车里抖，心肝肺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抖。我当时就给开车的师傅说：“哎，这个路太差了嘛。”师傅掉头说了一句：“差才让你们来，好就不用你们来了。”生活和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群中国人，就是真正在搭建中国和非洲人们之间文化经济交流桥梁的人。非洲改变了我们，我们也改变了非洲。开讲了《遇见非洲》，本期演讲者赵殿龙。迎高考，祝未来！欢迎收看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引领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从离这里400多公里的一个海滨城市说起，蒙巴萨。今天，蒙巴萨已经是肯尼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港口城市，也是整个东非的大门户。但是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整个这一条路上，我看到了很多的公路、铁路、桥梁、基础建设的设施，听说都是一群中国人慢慢和当地人一起构建出的一幅画面。而这些人，就是真正在搭建中国和非洲人们之间文化经济交流桥梁的人。那么今天我请到的这位开讲嘉宾，就是这群建设者当中的其中一员。他曾经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外派长达11年之久。他和团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遇见。这条路呢是从蒙巴萨港口通往这个机场的，马上过几天呢就要移交了。现在怎么样？还有4天就交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这个收尾工作。好，一定注意安全啊。没问题。Hello. How are you? Yeah, fin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Vestas Kosgei. Would you like the job here? Yes, I'm happy. I have helped my family from the money that I have here. Yes, I have did a lot of things in the home. It has improved our life because now transport is very quick. When you are going to Nairobi, it's only 4 hours. 当地员工啊 ，John 呢邀请我去他家。Hi, Jumbo. Now I've seen many changes. There are many companies and they have helped so much. 非洲人最喜欢的那个运动之一啊，足球，就是他们自己用衣服包起来，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这些桶都是用来取水的，每天呢拿着这个桶呢要走很远的地方，这也就是非洲下一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啊，这就是教你的房子，看着不错啊。This is from China. 啊，这个炉子。用煤油炉做饭，偶尔用一下这个液化气，有电视，有电灯，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非洲的这个工薪阶层的家庭。家里呢虽然很挤，但是呢看到这个家里呢这个有快乐，而且呢刚才路过呢，很多当地的这个小朋友啊都非常高兴、非常快乐的和我们打招呼。其实呢，我们中国企业呢在进入到非洲啊，远远不只是修工程、修路、架桥。更多的呢是受他们这种感染，这种快乐呢也传递给了我们。
掌声有请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殿龙先生，有请。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请舞台中间请。大家好，大家好。在这片土地上，太多大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实是和中土有关。对的，可以追溯到51年前，1967年，我们公司的前辈们第一批团队进入到非洲，当时到的是这个我们肯尼亚的邻国坦桑尼亚，修筑了著名的坦赞铁路。中非友谊之路。今天我们的演播现场是非常的特别，您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吗？正在施工的时候，或者施工现场就有动物过来溜达？有的，对，或者说在我们通往施工现场的路上，就经常盒饭不小心就丢了，转头一看大象。对，像狒狒啊、猴子啊，有猛兽吗？也有。会对你们的施工造成危险和干扰？应该说对职工的人身安全还是有威胁的。但好在呢，我们每去的国家呢都有猎警在保护，猎警呢非常负责任，他们其实对猛兽出入的这个行踪啊非常的掌握，还是比较安全的。有一个传说说您在过去11年当中得过30多次疟疾，是真的吗？有记录记下来的30多次。有些基本上没有躺在床上的，没算在这个记录当中。只要能下地的都不算在里面。对的，30多次，那平均下来1年将近3次啊，4个月1次。就您一看表，哎呦，差不多该疟疾了。有时候1个月好几次。我的很多同事们，实际他们患疟疾的次数、频率和这个严重程度比我还要重，但都扛过来了。所以这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你要奋斗，要去改变，或者要去见证改变的话，必须要付出的一些代价。那么，作为在这里生活工作了11年的人，我们把这片讲台留给您，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11年当中您所见证的这些变化。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总为我们开讲。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聚在东非高原上，也非常高兴和大家在美丽的内罗毕来分享中国海外工程人在非洲的故事。我们国内有很多人说夏天到非洲去避暑，可能吗？笑话！非洲在中国人的印象当中一直是很热的，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但是我们至少说，夏天从中国到内罗毕来避暑，绝对不是假话。所以要了解非洲，就要走进非洲。我也问问我们在座的肯尼亚的青年朋友们，当你们想到中国的时候，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Food, or Chinese 功夫 ，or HSR。很多人只要一提到中国，都会想到中国的高铁。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陆地交通工具，这是我们的骄傲。铁路渐渐的也和非洲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铁路和我本人也有着非常深刻的缘分。我的家里，我妈妈的家人都在铁路上工作，都穿着铁路的制服，戴着铁路的大檐帽。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对铁路，对这2条平行线印象非常深刻。等到上学以后，又学到了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铁路——京张铁路。大家知道那条人字形的铁路，它的设计者也是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曾经他是我的榜样，我的梦想是将来能够成为像詹天佑这样的铁路工程技术专家。小时候父母的家教特别严，要求我和妹妹要早立志，立长志。于是我也拿起笔来立下志向。我在自己的裤子上右边写上一定上清华，左边写上坚决去北大。经常
撩起来看一看。但是后来我没有考上北京大学，我为了学铁路专业，我考上了北方交通大学。这2天我在想，北方交通大学，那就是北方交大。如果再简称呢，那不就是北大吗？我也是夏老师的北大校友。20年前，我和在座的你们一样，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分配到单位，我被单位派到了非洲工作。我是上班的第1天，一边办理入职手续，一边办理出国手续。去哪里呢？去肯尼亚的邻国坦桑尼亚，去一个铁路修复改造项目。非洲是我人生的第1站。前2天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导演跟我聊天，他说赵总，你为什么选择去非洲工作？我说我没有选择啊，是单位派我去的。后来再想想，不对，应该还是要追溯到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在6岁的时候看的第1本童话故事书《小狒狒历险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本书啊，在这个一开篇第1段话就讲，说热带地区不仅没有冬天，而且就连春天和秋天也没有，一年到头全是夏天。当时我想多好啊，夏天多舒服啊，中国的北方太冷了。这本书呢，用小狒狒1天的冒险经历来解释了非洲草原上的各种动物的生活场景，引人入胜。我现在想，也许是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对非洲的印象，能够让我非常坦然地接受到非洲工作，而没有觉得它很辛苦。就这样，铁路、詹天佑、小狒狒，非洲，我来了。很多人问我说，你到非洲第1印象是什么？说实话，我到非洲的第1印象是我们非洲兄弟爽朗的笑声和乐观的性格。我第1次坐飞机就是到非洲来，我的旁边就坐着一位非洲的大哥。当时呢，喝果汁儿，我1杯果汁呢喝完以后，我想继续再喝一点。旁边的非洲大哥说摁上面那个钮，我一抬头一看，行李舱下面确实有一个方的钮，上面画着一个小人儿。我就摁了一下，摁完以后呢，灯亮了，亮了呢，我在旁边又看到有一个小嘴儿，带一个眼儿。我说这地方是不是接果汁呢？我就把杯子凑上去。就在这个时候呢，乘务员过来了，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想喝果汁儿，这里头没有啊。乘务员一看，他就大声笑。坐在我旁边的非洲兄弟也开始大笑。我后来明白了，那个钮是叫服务员的，那个眼儿是空调的眼。旁边的非洲大哥哈哈大笑，后来呢拉着我的手一块儿笑。本来我很尴尬，但是呢他的笑声呢感染了我，最后呢我也一块儿笑。所以呢给我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非洲朋友们的笑声可以增进关系，可以化解尴尬。飞机降落到达累斯萨拉姆，哇，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清新的空气，椰子树、芒果树、木瓜树、香蕉树，遍地葱绿，满眼鲜花，和《小狒狒历险记》当中描述的场景一模一样。出了机场以后，当天就要去项目上，开了整整10个小时。美好的印象在这10个小时当中又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路况很差，柏油路上全是坑，走完柏油路以后是砂石路。我们在非洲工作的同志们都知道，砂石路有非常著名的一段呢，叫这个搓板路。经过雨水冲刷以后呢，完全是一棱一棱的，车在上面开呢，如果开得慢，这车很有可能开翻了，必须要以相当的速度冲过去，这车就在抖。后来我们总结出了一个叫3抖，说车在路上抖，人在车里抖，心肝肺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抖，非常的难过。我当时就给开车的师傅说，这个路太差了吧。师傅掉头说了一句，
差才让你们来修呢，好就不用我们来了。我做了一个统计，应该说中国在海外修建铁路最多的州还是非洲。在非洲修建的铁路里程当中，我所在的公司累计新建和修复改造完成的总里程是11000公里。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实施完成了4800多公里的公路项目。所以铁路和公路是未来构筑非洲交通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非洲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命脉和依据。除了铁路以外，其实呢，中国企业在进入非洲以后，在很多民生领域也和当地在进行深度的合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供水，大家知道非洲非常缺水，很多家庭妇女和儿童他们每天主要的任务是取水，路途非常遥远，也严重影响了人民的健康和这个经济的发展。2009年我第3次常驻非洲工作，由我担任项目经理的一个供水项目移交给业主了。这个项目位于坦桑尼亚，位于世界上第2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的湖畔，应该说距离我们肯尼亚也不是很远。简单的讲呢，项目的内容就是在大湖里边取水，然后在湖边修建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自来水厂，然后把水泵送到高320米的一个山顶上，在山顶上修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在山的另一侧铺设总长度大约1200公里的管道，为中部2个省会城市100万当地百姓提供清洁的饮用水，结束他们靠天吃水的历史。这个项目开始以后啊，我遇到了2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来自监理的不认可。什么是监理？监理是业主指定的一个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呢来审查中国企业提出的设计方案，来监督中国企业施工过程的进度和质量。大家知道，在都市当中啊，电和水是一对孪生兄弟，水可以发电，水主要是靠电来输送的。停了水还可以继续有电，但是停了电很快就要停水了。坦桑尼亚也是严重的缺电国家，电力非常不稳。我们如何把大湖里边的水输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省会城市，光靠这个电力是非常有问题的。当时项目上的设计团队也非常年轻，我们大胆地想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咱们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我在有限的供电的时间当中，把水尽可能多的泵送到一个高的地方，然后变成水的势能储存起来。当停电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可以依靠重力流到千家万户当中去。但是呢，我们的监理是欧洲公司，我们这个大胆的设想啊，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为什么？它涉及到管道的耐压问题，涉及到下游的减压问题等等等等。因为没有先例，所以呢不被接受。另外呢，这家监理公司第1次和中国公司合作，也不了解。这个负责的 PM 他从来没去过中国。他有一次跟我聊天，他说：“你们中国除了北京、上海以外，其他地方是不是还都推着那个独轮车在运东西啊？那个轮子是不是还是木头的呀？”我说：“大哥，你说的是1900年的中国吧？”所以他不了解中国。后来我们就做工作，请他到中国国内去看我们的自来水厂的设计，去看我们国内的发展。看了以后，由震惊变成了震撼，所以由不认可变成了认可，最后呢接受了我们的方案。中国企业进入非洲以后，或者中国人到了非洲以后，我们面对的远远不只是非洲，我们面对的是国际。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人走出来，走向世界。我们一面在了解世界的同时，其实我们不就是更多的希望世界了解我们吗？所以面对这些不认可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应该是有耐心，等待，主动展示，主动争取，争取互信。我遇到的第2个问题是来自业主方的不理解。
业主就是我们的建设单位，是坦桑尼亚的水利部。那一年呢，维多利亚湖呢鱼量很少，湖上有一种叫水葫芦的生物，这种生物呢繁殖生长的特别快。后来呢，跟当地的一位坦桑尼亚的老大爷请教，他在那儿住了60多年，他的经验是，当这个水葫芦疯狂生长的时候，这个地区要干旱，这是大干旱的前兆。我们一听就害怕了，因为当时要在这个湖里呢，政府指定了一个取水口的位置，如果大干旱水位下降，那我们这个水可能取不到了。带着这样的疑惑，我们提了个方案交给业主，说我们要改取水口的位置。水利部一听坚决不干，这个项目必须按期完工，我必须向老百姓给你交代，你必须按照我指定的那个位置来修建，就卡壳了。项目上一批年轻的团队，我们坐在一起商量，我们是要面子，按照业主的要求继续施工，保证工期，还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担忧解决掉。在徘徊的当中，我们下了决心，因为这个项目的资金是坦桑尼亚用了15年的时间，通过国民的税收积累的资金，也可以说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项目如果我们建不好，或者建好10年甚至20年以后取不到水了，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我们浪费了这笔钱。我们年轻的团队下了一个决定，我们不要现在的面子，我们要以后的面子，我们不要现在的名誉，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团队。当年这个团队和现在的90后年龄差不多，非常的年轻。我也非常喜欢现在90后的那种精神，不让我干是吧？我一定要干。你说我干不成是吧？我一定要把它干成了。那种跟困难死磕到底的精神。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事实也是最好的证明。那位坦桑尼亚老大爷的预言也变成了现实。那年5个月后，维多利亚湖遭遇了历史上严重的大干旱。水利部看到了这个严峻的现实，也认可了我们最初提出的这种想法。中国人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人不是瞎判断，中国人是负责任的。所以呢，这个项目后来呢运行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最后呢，总统呢召见了我，说了一句话，说 Young man, we trust you, and we trust the Chinese。年轻人，我们相信你们，我们相信中国人。在总统的眼里，我们代表的就是中国人。我们国内的很多人把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的工程称为中国制造，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应该改一改，应该改成中非制造，智慧的智。因为中国企业在非洲实施的所有的工程项目，都离不开当地政府、当地合作伙伴和当地员工的深度参与。中非制造就是合作共赢，中非制造就是共同进步。如果把中非之间的合作比作一座大厦，那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这个大厦的柱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相交是这个大厦的基础。在非洲的平凡的工作当中，我们改变着，我们被改变着。一个呢是我们当地员工的改变，在很多年前，我们定为每个星期2发工资，发完工资星期3、星期4是现场人员最少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拿着工资去消费去了，去办事去了。现在不是了，现在基本上他们也从中国人身上学了很多概念，就说要做一点积蓄，要为明天的生活支出来做一些安排。第二个变化呢，是我们中方普通员工的变化。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技术工人。过去呢，他们到国外工作就是挣钱，挣了钱回家就是盖房，1层盖完盖2层。现在有了钱，他们愿意更多的投入在子女的教育上。我所认识的很普通的技术员工，他们的孩子都在留学。
我想呢，这不是他家很有钱，而是一种国际视野的改变。中国的这种勤劳、依靠双手致富的习惯，影响了他们，而国际视野也给我们中国员工走出去，带来了很多新的感受。20年前，我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非洲。20年后的今天，我还和大家在讲述着非洲，谈论着非洲的事情。非洲见证影响了我们的成长，我们见证和参与了非洲的发展。非洲改变了我们，我们也改变了非洲。中非之间合作已经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未来以来，我们仍在继续；未来以来，改变仍在继续。谢谢大家。谢谢赵总，谢谢。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感谢赵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不过您说那故事是真的吗？在飞机上，在空调口接果汁儿那个，真的是真的，印象太深了。因为我从他那儿呢还学了一个词儿，因为他笑嘛，笑完了以后他说 "Give me 5"，哎，我说 "Give me 5"，What's 5？Give me 5，还高兴，就是很开心，很开心。这种笑声就像你说的，它能够化解所有的尴尬，而且能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对的，对的。那么很多年轻人也都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向您提出了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网友们，他们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我们进入银鼎教育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一位网友说：“听说中土的伙食都很不错，有什么讲究？”因为我很少去其他企业去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确实不错。我们一个项目向国外发出的第一批物资、第一批集装箱，永远都是中国口味的副食、调料，还有那些在当地买不到的原材料，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一般情况下，几菜一汤？一般情况下，至少是这个5菜1汤。你们公司还缺人吗？我们在非洲啊，大家并不追求一定要吃得多好，而是有个概念，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卫生有变化。你知道中国的饮食啊，妈妈做的东西再好吃，如果我们天天吃，时间久了也会觉得别人的好吃。所以我们有几个做法。第一就是说我们的厨师在做大轮换，3个月都要调换一次，所以始终是很新鲜的感觉。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厨师每个星期天都要给他放1天假，他去干什么去啊？他到当地的餐馆去吃饭，然后呢每个月争取要能够给兄弟们创造出一个新菜出来。一个厨师如果好，他基本上可以发挥半个项目经理的作用，是这种文化。接下来是现场观众用小纸条问的问题。Out of all the animals that you have seen in Africa, which animal could represent you? Why? I think 你要不要在后面找找I think the left one 斑马。为什么？跟小时候有关系，因为我看的这本书叫《狒狒历险记》，当中小狒狒在最后一站遇到了狮子，是斑马大妈救了他，让他骑在他的背上。斑马怎么来和狮子搏斗呢？斑马围成了一个圈，头冲里，尾巴冲外。狮子过来攻击的时候，斑马就一个整体在往后踢，所以狮子对任何一头斑马都奈何不得。我想要说我像他，是说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一定要依靠团队。你只要是一个团队的时候，你的力量就是最强大的。那么接下来现场有6位青年代表。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是尼日利亚第一个火车女司机。哦，开火车的。我在住公司10年了，4年前开火车，我现在开尼日利亚整体。佩服佩服。And presently, I'm driving the 150 locomotive train. My question is, when exactly do you think you can bring the 350 kilometer railway speed to Africa?
非洲的交通网的规划必须要比较超前，但是具体的建设呢，可以有一定的超前，但是不适宜呢做过度的超前，因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它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在尼日利亚已经停留了38年了，对那儿的国情和这个经济发展情况比较了解。我们的感觉呢，就当前150公里时速的铁路，从运行、从维修、从经济发展需求程度来说是比较适合的，甚至还可以有10年左右的余量。如果将来经济发展起来了，我觉得有一天你一定会开上时速350公里的铁路。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快一点开上这个350公里列车，什么时候去中国的时候可以感受一次。我见那个很多中国人喜欢一个话“不忘初心”，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还有，为什么中国人很多喜欢说这个话？您肯定是跟一个东北人学的中文，我觉得从您口音里我听出还有办公室他们很多写这个话。不忘初心这4个字作为中文的本来意思，不要忘记你从哪里出发 ，Never forget where you started， 或者说梦想起源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就走到特别困难的地方的时候，回头想一想，我们的梦想是从哪里开始？我们最初是要做什么？你就会充满力量。那赵总，你的不忘初心是什么？That's a good question。我想我的初心，简单的讲，左腿上清华，右腿上北大。随着你的校友，一看心就不成，左腿清华哪儿都想去啊。我想我的初心应该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些年也是这句话来指引着我，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当下，对得起自己，而且呢，当你掉头看的时候，又觉得是对的。谢谢。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初心，就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火车司机，而且是那个蒸汽机车，就那个是 steam 拉帘儿，那拉的那种汽笛的那个声音。所以现在我长大以后，我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搜集全世界各个地方的火车的模型，然后回到家以后把它放在小铁轨上，当它奔跑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梦想仍然还在那上面。下一位，我是李新勇，来自中国山西，是一名环球旅行者。这是我哥们儿张明，就是我们刚刚从这个北非埃及一路搭便车，穿越非洲到达了南非，到达了我环球旅行的第75个国家。不怎么花钱的那种，就是穷游嘛，背包对，就背着包搭便车，毕竟要走很多地方。对，就这一路经历了一些危险，就在撒哈拉50多度下晒得快晕过去，在津巴布韦大晚上搭帐篷，突然冒出来一只野象，咚咚咚咚，我把帐篷给踩扁了。那你怎么还好好的呢？他踩了我的脚了，你知道吗？相机在底下，相机都碎了。然后也有一些温暖哈，就是炎炎烈日下渴得不行的时候，受到非洲人帮助，拿过来半杯水。暴雨的时候，非洲人邀请我们进他的家，给沏上杯热茶。我想问问赵总，您在非洲11年的时间，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惊险和温暖是哪些呢？比较让我感动或者是感受深刻的一件事呢，也是我们的一位非常普通的中方员工，他是一个技术工人。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啊，那天下大雨，他在路上呢就走，然后呢旁边有水坑嘛，突然看到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跑，然后呢就滑到了这个水坑当中，然后他跳下去，一把把这个小女孩甩到了这个岸上。他是江苏南通人，会游，又爬上来了。很深的水坑，很深，而且下面是泥，那挺危险的。上来以后呢，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后来又过了一天，这个小女孩的父亲赶着家里的5只羊到了项目上，他要把这5只山羊送给我们。大家就解释嘛，就说这是应该的，或者说也就是我们随手之劳，大家也没有损失什么，不要这个羊。后来，有一次出差我过去看他。这个家里除了这5只羊以外，什么都没有。这5只羊是他们全家谋生的工具。后来呢，我觉得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就是以命相救，以命相报。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赵总，这也正好是说明了我们中非的友谊和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影响。有一次让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因为在路边搭便车嘛，很长时间搭了2个小时没有搭到一辆车，突然就过来个出租车，我说出租车我不搭呀，我是搭便车的，是吧？他说是 Chinese come 让我进来，我说是这个没钱啊我们，他说没事上来就上去了，然后他特意把我们往前送了5公里，到了一个好搭车的地方。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他拿出来一个文件上写的就是在2016年到2017年，他和中国企业签订的那个聘用协议他的劳动合同一直在放在车里边。他给中国企业开过车，就是对，在中国企业工作过，而且我能切身感受到很多在中国企业工作的非洲员工，他是有一种自豪的。路过说看那中国的水利工程，看那个是中国的那个道路建设，我的妹妹是在那个工程里面干什么，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然后工作了3到4年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要出去看一看。我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都说，这人应该是哪个筋搭错了吧？你刚才提到你要出去看一看，我首先非常赞同你这种想法。看世界对中国的青年也有很多启发，就是你出来看完以后，你会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我们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啊，这个非洲的大草原上万马奔腾，大家不要忘了，那个状态并不是动物的本来状态，那个状态是疲于奔命的状态，那个状态是逃跑的状态。而真正动物的状态是什么？你应该看到，它是摇着尾巴悠闲地在草原上吃草，它吃饱了就躺下，它只有饿了的时候再采取吃。这个状态应该是地球上生物的本来状态。出来旅游，出来看一看，能够帮助我们呢，去把某些过快的思路和想法做一些调整，能够给慢下来。我有一个女儿，现在还在这个上初中。如果将来我的女儿长大了，她也愿意这样去走一走，我想我一定会支持她。但前提还是让她三思而后行。也就是说，你真想清楚了，我要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由她来选择。接下来下一位。下午好。啊，下午好。I'm glad to be here. My name is David Shemales. I'm from Ethiopia. Ethiopia.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enterprise. As you know, Africa is on th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What will b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activate or to help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一个国家如果实现经济的发展，现在看来呢，没有工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感觉给非洲工业化更多的支持是，建设模式、运作模式和这个各种机制培养模式上的支持。我的公司现在在埃塞俄比亚正在建设6、7个工业园，有一个工业园，那么放在的位置就是周围有很多埃塞俄比亚年轻的女孩子在那地方，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工业园呢，主要是以纺织为主。这样呢，工业园建成了以后，可以帮助当地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又得到培训和素质的提高，将来呢，掌握技能以后，再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中国公司在这种整体模式上对非洲工业化的贡献，应该是可以得到被借鉴和运用的。As we all know, Africa use amounts about 60%, which makes Africa to be the youngest continent in the world. And what will be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plan to use this rich use potential of Africa? 他讲到的就是说，非洲的年轻人比例占到了非洲人口的60%，这是非洲发展的巨大的一个红利，或者是巨大的潜力。这些年，中东公司在平衡市场布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有意的做出一些转型。这个转型呢，就是过去我们是工程承包，工程承包大家知道是劳动密集型的，你来了干活就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这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往上游的投资项目，能够长效的这个得到培训，这样呢他们的素质提高了。因为毕竟这个年轻的力量，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错过了它最佳的那个个人素质的提升期，对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这也是企业我们在国外发展转型，考虑到和当地这个人口红利相契合的一个发展方向。谢谢。下一位。赵总好，小蔡老师好。刚刚听到赵总您的发言，我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我是从高考那会儿我就打算就从事海外工程，然后也是兜兜转转，最后大学一毕业就真的去了海外工程。但是当我都实现了这些之后，新鲜感就是淡却以后，我会有一种迷茫，就是难道真的把我所有的青春都奉献给非洲这片土地吗？我就感到非常的迷茫。你的感受和当年我的感受一模一样。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当我是第2次再来非洲的时候，我就有些犹豫。当时家里也有很多情况，我就来还是不来？来还是那些事情，不来我又要去做什么？但是权衡以后，我还是觉得要来。而且呢，现在看来，如果我没有第2次到非洲，如果我没有第3次到非洲，我可能今天也不一定有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我给你的忠告就是继续向前走，方向是对的，因为你选择了这个事业，我觉得是没错的。在海外做事情，我们可以得到全方位的锻炼。你再干3年，回去以后，你和你的同学聚会的时候坐在一块儿，让第3个人，让你的班主任再去判断，我相信他得出来会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说话的语速都很快，而且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一定是最全面的。所以相信自己，继续往前走。谢谢赵总。下一位。I appreciate being here. I'm proud to be in sports family in this country. Athletics has put my country. It also helped me. I was born from very poor family, and now I'm proud of myself.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Angelina 是肯尼亚的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而且她拿过肯尼亚国内很多的马拉松跑步的奖项。I just want to encourage young athletes, whatever the country you are coming from, if you have effort and you work hard, just make it. So I just want to encourage you guys. Many people are becoming sick because you just wake up, you just eat, and you just go to the car and go to work. Just want to encourage you, if you have time, just have your sports shoes and run,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your health. 我也爱跑步，但是呢，我特别羡慕肯尼亚的青年。在我的眼中呢，很多肯尼亚青年都是 very slim， 因为他们喜欢跑步、喜欢奔跑。这个呢，就说和他的身体结构和这个高原的气候有关系。包括刚才你说的，你给大家的这个忠告，就是说，即使你不想成为运动员，你也应该为了你的身体，不要吃了睡，睡了吃，吃完就去上班，应该也去做一些锻炼。这也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团队的一个要求。咱们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我们有10几位业余运动员都登过，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跑马拉松的运动员，所以公司也在宣扬这种坚韧和这个刻苦的这个精神。我想我会听你的这个忠告，更加把自己跑步的这种想法贯穿到生活当中去，变成工作精神的一部分。We start today like less than 100 meters with our guest, and then I'll be the coach. I'll be so happy and proud to see you guys moving and rolling. Thank you. 赵总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叫黄叶，然后我是一名在肯尼亚和我小伙伴创业的95后青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中国的年轻人走进非洲等发展中世界，专门在这边做一些调研啊，志愿者。比如说这边有非常便捷的线上支付软件，大家在这里也可以带着手机就可以出门。这边的创业呢，都非常的针对于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我调研的一个机构，因为在内罗毕非常的堵车，所以他们就开发了一个线上的软件，然后可以在线上共享救护车。
当我的家人出事之后，马上登录这个系统，我就可以知道最近离我的救护车在哪里，我马上把我的家人送到医院。很有公益意义。对，他们都尝试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去满足大家最基本的需求。请问您这边的公司是如何做到本土化和因地制宜的呢？说到这个本土化，这是现在公司考量所有驻外机构和项目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的中方的管理团队要具备本土化的意识，你是应该依靠当地力量去完成，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能够真正的招来和你有同样价值观、同样文化观念的员工来为你工作。还有一个方法，我们更加重视的就是对当地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培养。每年啊，我们大概从非洲不同国家招进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有1600多名。这些学生进来，我们认为啊，这是最能够为当地服务的。目标呢，就是说把我的企业做成当地企业，然后呢，与当地共同发展。您刚刚讲到一个点，就是文化的融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大概2年前第一次来到肯尼亚的时候，我其实经受到了非常大的文化的冲击。第一个就是时间观念，我刚开始在工作中，时间观念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后来我觉得在这边几年的工作和生活也慢慢改变了我，我开始尝试去适应这样一种不同的工作文化，也尝试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急匆匆的跑来跑去。但是您作为做建筑工程的，您做的工作就是快。对于建筑工程来讲，工期这2个字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指令。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工程一定要快，因为时间就是成本。工期呢，我们向业主、向建设单位有承诺，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变化，否则你是没有理由去延工期的。而且延了工期呢，对你自己成本上也是损失。你刚说到的这个，他们的慢其实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或者对当下的一种认可，值得我们去学习。我觉得我们该慢的地方也应该学他们，要慢下来，然后该快的地方要快起来。我自己的经验怎么快呢？咱们有一个词叫统筹学，就是说原来你要想一天就办一件事，你为了适应当地的文化习惯，你一天至少要筹划5件事情，同时推进，基本上这个速度是可以的。你本着这个方法，我觉得快和慢就结合到一起了。相互的学习、文化的融合和沟通，其实恰恰就是在这些细节上，能够找到我们彼此应该学习的地方。谢谢小夏老师，谢谢赵总，也期待更多年轻人可以走进非洲，更多中国企业可以融入非洲，以及更多中国的大国工程在非洲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绝地而起。谢谢。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回到赵总一开始演讲的时候，说到很多当地人一开始说到中国人，都说 Chinese 功夫。在这里，我特别想告诉当地的年轻人，功夫这个词儿，在中文里除了武术之外，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一个人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件事儿。这在中国的词语当中也叫功夫。功夫不负有心人。无论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片土地上，只要你愿意用心花功夫去交流，去真正的做事情，这样的友谊一定能开出最美的花朵。而且我也相信，有这么多愿意花功夫、有功夫的中国人，在这里改变着、见证着这一切。未来中国和非洲这2片土地上，我们都能见证用功夫浇灌出的更美丽的花朵和奇迹。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开讲了特别节目《遇见非洲》，感谢您收看，再见。